各位，中国有句俗话叫做那个屁股中间那个眼儿拔罐子，做得紧，死得快，是不是啊？本来呢，打台湾还是打日本，这不是一个选择。原来中国解放军就是打算着啊，就是在收复台湾的时候，如果美国、日本敢于参与的话，那就采用传统的围点打援的战术，把他们这个来增援的啊这些部队给消灭掉。可是呢，这个日本呢，他竟然自己跳出来了啊！这个日本现在选上来的这个高市早苗这个首相，是不是自己跳出来了，说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哎，这个解放军的注意力呢就开始转向日本了。日本最近的一系列作死的行为，是吧？要这个解绑军国主义的幽灵啊，还要谋求拥有核武。所以这个事儿，哎，对于中国的一些军事专家来讲的话，那就是一个灵魂选择问题了，是先打台湾呢，还是先打日本呢？那位说先打美国，好像中国现在还没到那个程度，对吧？那么到底先打谁呢？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军事专家给出的答案。打日本比打台独的战略收益要高。打日本我们是国仇家恨，台湾这边再怎么说也是兄弟之间的事儿，即便是赢了，我们上去之后面对的也是自己家里被打坏的坛坛罐罐。但是打日本不存在这些问题。现在日本那边据说82%的人支持高市早苗的言论，巧了，我们这边除了日杂，比例也有87.7%的人支持开干，相当于我们这边支持高市早苗的比日本那边还多。而且相比于打台独，我们这边有联合国宪章的背书，其中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些条款一般被称为敌国条款，确认日本是战败国。那么中国这样的战胜国可以针对日本反对战争胜利成果的行为发出惩戒性军事行动。现在高市早苗天天吵吵着要搞核武器，这刚好就是个理由和借口，再加上他要介入台海问题，那更是送上门找打的机会，用这些理由开干，其他即便想反对想介入也得掂量掂量。台湾问题我们最多打的是台独，这些是蟑螂一样的存在，只要他那个日本野爹不死，他还会死灰复燃。而且打台海方向肯定会牵一发动全身，势必在东海、台海、南海一块打，搞不好还会打成太平洋、印度洋的一场大仗，一场恶仗。但是打日本，首先打的是台独的野爹，打下来就能彻底断了台独的念想。拿下台湾，我们这边需要上去全面接收政权，但是打日本没有这样的要求，惩戒性军事行动足够了。比如我们的作战目标仅限于拿下琉球群岛，那么这样一来，不仅作战对象单一，有法律依据，而且还能实现琉球复国，同样彻底打破岛链对我们的封锁，捎带着用胜利成果去压服台独。在台海这边其实没有人帮我们的，但是打日本真有可能来一堆帮手，其中2个帮手既是日本的仇家，同时手里都有原子弹，这是能干大事的。我们现在许多讨论揍小日本的方法实际上是有误区的，至少3个。第一个误区，这是中日矛盾，不是的，我们对付的不是一个小流氓，是一个流氓团伙。中日问题当中夹杂着中美矛盾。日本现在为什么这么嚣张？除了骨子里的坏之外，美国撑腰是关键因素。别忘了，美军是日本的占领军，美国在日本有18个大型军事基地，78处专属军事设施，131处可以使用的军事区域。日本的一举一动不可能逃出美国掌控。以高市早苗的政治理念和战略图谋来看，他和特朗普没有关系，那是不可能的。特朗普现在对我们是贸易领域战术调整，堵我们、压我们、打我们的战略没有任何变化。最关键，美日之间法律地位是没有关系。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规定，如果日本受到第三方攻击，美国有义务保卫日本。换言之，我们打日本本质上是和美军作战，不能打败美军，一切都是扯淡。第二个，等我们实力足够，就可以放手揍日本了。不是的，美国、日本这样的海权国家之所以能够起来，就在于他们这种海盗的冒险特质。他们打仗从来没有等到说实力超过对方才动手。甲午之战双方海军对比，中国还强一点。珍珠港之战，美国明显优于对手，但结果是什么？是日本敢于以小博大，赌一把。特别是海战，自古以来就有一锤子买卖的特点，打完就完了，短期之内不会给对手下一次机会的。因此，对日斗争，我们不能有明天的心理，要随时做好往大里打的准备。第三，要打就是全部灭了小日本。
这个其实也是不可能的。中日几千年来就这样过来的，我们也不会去灭了谁。日本现在就是口嗨，我们可以借此把不公平不公正东西改过来，这个倒是真的。比如启动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我们以二战战胜国身份对日本追责。再比如在联合国框架之下坚定支持琉球复国。高市早苗存亡危机事态的这个发言啊，说得好，好就好在直接打了我们这边相当一些人的脸。他们不仅对台海斗争复杂性缺乏一个最起码的认识，而且还喜欢像个鸵鸟一样整天把头埋在沙子堆里，在中日关系问题上自我麻醉自我安慰。其实高市早苗这件事它不是一般性的言论，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件事，不仅涉及中日关系，而且还涉及东亚、西太乃至整个世界格局。台海问题早就超出了海峡两岸关系范畴，它不仅仅是太平洋两岸关系问题，甚至是过去500年在世界全球化进程当中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华民族打压遏制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台海一旦开战，绝对不仅仅是两岸的事儿，也绝对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事儿，它是中华民族彻底推翻压在我们身上帝国主义这座大山的事情。解放战争到今天并没有结束，今天的解放战争不是过不过长江的问题，而是敢不敢掀翻这座大山的问题。这座大山就是抱着团来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特朗普现在在战术上向后退，战略上他可是步步紧逼的。其实日本军事力量早就开始了他的这种军事部署的配合性行动，侦察情报监视的态势感知能力覆盖我们整个东部战区，岛链远程火力打击不仅封锁关键水道，还可以打到南京以东。它的新型潜射巡航弹射程1000公里，在我近岸地区发射，那就是武汉以东的事了。日本海空链的岛链封锁完全是按照对抗我们模式打造的，所以日本官方长官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日本政府立场没有变过。我们从中日4个政治文件看，的确也没有变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正面承认过一个中国原则。对于日本的言行，我们外交部这次是罕见4次连用：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当年佩洛西窜访的时候，外交部的表态是坚决反对、严厉谴责、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最大的区别就是强烈不满，这下子日本算是彻底惹着我们了。高市早苗与日本核潜艇计划之间，它不是因果关系，而是日本跟随美国战略调整，加速自己全面右转一件事的2个方面。2024年就有日本议员提出过核潜艇计划，而早在2022年，日本防卫省的研究人员已经展开过核潜艇的相关研究。现在呢，是核潜艇与高市早苗过激言论相互联动发酵，本质上是现在日本政府借机制造外部安全焦虑，推进日本军事松绑与政治议程。这就完全暴露了日本右翼扩张的一个野心。我们知道，携带远程打击武器可以在水下长时间航行的核潜艇，它完全就是一种战略进攻性武器。但是日本现在已经不再顾及所谓专守防卫的限制，极力是想获得这种武器的。我想呢，主要是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刺激。第一，就是日本现在国内政治氛围全面右转，核潜艇计划一旦开启之后，不会3-5年之内就能实现，是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持续投入的。而只有在目前日本政治氛围之下，它才有可能突破各个党派的制约，将个别人的想法转化为日本的战略政策。这一点现在在日本右翼看起来那就是一个机会。第2个机会实际上是美国在加紧实施奥库斯计划，他已经确定澳大利亚可以发展核潜艇。而在之前，我们知道特朗普在访问韩国的时候，也已经基本敲定韩国可以发展自己的核潜艇。这些情况对于日本来说刺激是非常之大的，只有加速自己的核潜艇计划，日本才有可能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当中有一席之地。第3一点就是美国现在综合实力持续下滑，他想全面遏制中国，但力有不逮。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调整之后呢，是需要更多倚重日本、澳大利亚这样的一线国家。如果没有美国首肯，日本绝对不可能发展核潜艇。特别是日本现在经济实力在美国亚太地区的盟友体系当中排名相当靠前，如果能提高日本的军费开支，那么这种经济实力是可以转换为相当可观的军事实力的。这一点对于美国及其盟友来说十分重要。不过呢，日本国内的反对人士也表示，核潜艇计划造价相当高啊！日本2023到2027财年的5年国防建设计划已经拨款拨出去了43万亿日元。即便是没有开展核潜艇的建造计划，现在常规潜艇造价成本也已经上涨了250亿日元。
如果想造美国海军哥伦比亚级那种核潜艇，那就是1万亿日元以上。而且呢，核潜艇计划是需要日本国内有相应的核基础设施的，是需要有专业培训和长期维护这样一整套的设施的投入，这个是日本很难承受的一个高额成本。实际上，中日之间短期之内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当政治不能调和两方最根本利益的时候，爆发战争就是大概率事件。我们为什么常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分赃不均大打出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也是这样，但是呢，最后有着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所以最终成为正义战胜邪恶的世纪大战。俄乌冲突其实也这样的，它的本质是国际金融资本集团与产业资本集团的矛盾，是自由主义财团与保守主义政府之间的矛盾。从这个角度看呢，中日之间短期爆发冲突的可能性的确不是很大，因为日本对华投资近期处于上升趋势，今年前3季度增长 55.5%， 到去年底，日本对华累计投资超过1300亿美元，是中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之一。但是呢，当前中日矛盾的性质随着高市早苗的上台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其中越来越多的体现出高市早苗实际上它是一个代表，它代表着美国西方资本集团对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权利进行打压。日本投资这么多，结果他的首相还这样讲话，所以我们说他的脑袋被驴踢了。我们这边最新的判断是，接下来的5年，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因素增多。那就是说，接下来5年，中美力量对比正处于一个此消彼长的关键阶段。如果在这5年，美国西方没有办法打压我们中国的快速发展，它制造一场战争，一举打断我们的复兴进程，那就是大概率事件。我们讲过去30-40年我们没有打过仗，那是因为美国西方在我们这儿大捞特捞，赚得盆满钵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含义，就是欺负我们的事儿我们忍了，只要钱能赚回来就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当然和平。但是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他们想挣我们的钱越来越难，而让他们像我们一样顾全大局释放善意，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西方发达的历史就是一部掠夺侵略的历史。王强教授可是中国著名的军事研究的学者，是各大央媒的座上宾呐，他可不是普通的网友啊。他给出来的这个结论，既然日本自己这个跑过来送死了，那就干脆成全他吧，新账旧账，国仇家恨一起算呗。你们同意吗？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